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30，完了没多少肉，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给我热的直中暑。真的，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不过炖板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就只能斜着切。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完了这玩意儿丝溜滑的，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又捡条命啊！后来我们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我算彻底明白了，就牛板筋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那跟嚼个老真皮嗑药蛋没有任何区别。最后拌的时候，为了能吃得更香，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而且越嚼越有滋味。尤其是这种大片的，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就是太塞牙了。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它自己的牙缝。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吃着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我先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而且要命的是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我真是服了我。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然后还得摘肥油、刮底板的皴，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基本没怎么合眼，这强度太致死了。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稍微烫几秒再迅速过个凉，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我又配了好多贡菜，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的500斤，估计就啥都明白了。后来调味的时候，我们先是试了好多种配方，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根据肚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也是因为太累了，不想给调料分装了，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肚包，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这卖相有点一般，不过好吃是真好吃，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吃着又脆又香，真的特别爽。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它现在是越吃越麻，越吃越想吃。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连吃了4罐，结果直到第3天，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啥也听不着呢。